我是吴景师傅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个新年来讲呢，2020年是金老鼠年，也是那个学生肖排第一位的生肖，所以也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那不过今年呢非常极端，也极得很特殊，主要原因呢，这个路中的卦象叫地火明夷卦，就有些像太阳下山一样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不一定太好，也是有些退气。同时呢，它路中这个数码是7，这7次破军入局，就代表战乱呢不安定也特别多，尤其是中东的地方。但好的地方来说呢，这也是一个开始，只有退才能有进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首先呢，那个方位来说，今年的正财位在西北方位，偏财位来讲是东北方位，这两个都是好位了。那最不好的位置是正东方，今年是武王大杀位，就是天灾人祸比较多了。还有那个正南方位来讲，今年是病位兼三煞位，所以呢也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位置。那所以代表的国家来讲呢，就是那个中国立中，所以中国来讲虽然是不安定，它是先退后进，所以呢下半年非常兴旺的。那美国来讲呢，这个位置来说，是那个喜庆位，但是同时也那个出了一个问题。那问题呢就是火水危机。火水危机来讲，就做啥事都好，到最后呢还是很难成功。所以呢，他答应你啥都好，最后来讲不一定能兑现。所以呢，也出现一个问题。所以现在他国库亏空的很厉害，这个洞呢也是越来越能补上了。所以美国今年有这个问题，表面好，其实不好，有这个情况。那代表北面那个加拿大来说呢，加拿大是属于水国的，今年座位是是非位，所以今年呢，加拿大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政策问题，争议很多，但是其中最麻烦就是那个赤字很高，比破了过去很多年的记录。就是说，我们的政府是太安逸了，只看目前不看未来。所以呢，有钱先花，所以这个就一个隐忧希望我们未来的政府眼光要放远一点做好一点。今年的行业来讲呢，是木火土行业最佳，就不宜金水所以这个金水最典型是汽车五金，所以今年的五金不是太兴旺，但是尤其是车这推售有很多问题。车本身有问题，还有这个销路来讲也是不稳定了。那个五金呢，也包括铁了、废铁了行业来讲也是不稳定的，也需求大，但是拿得不容易。那水来讲呢，这个就是代表很多动的行业，比如国际贸易啦，比如物流啦、旅游啦。今年来讲去旅游的朋友小心这个天灾的容易多的地方要注意一点，小心，比较容易有意外。那这个最典型木的行业来讲呢，就是衣服的行业、中医中草药的行业。那很多年来了，这衣服的行业都出问题。今年这个2020年衣服是木是比较好的，就是还有很多公司会收购，越来集中这个财力越来越好。另外呢，有新的品种、新的所谓不同的辅系出现，甚至新的物质出现，所以有这种情况呢，就百花齐放。今年衣服行业会比去年好。那个火来讲呢，最典型就是高科技、电子、电器、电脑，各行各业里头还是这个行业都领巧手其中有这个需求越来越厉害。所以呢，要是有那个高科技，比如苹果啦、谷歌啦、微软啦、亚马逊啦，今年都会赚钱。
中国的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，还有这个当然我们的最多新闻的华为啊，也是不得了。我的预测来讲呢，这个2020年是个5G 啊，特别真的要发展、真的要普及的一年。那个图呢，就是房地产建筑了。房地产建筑呢，过去2年都是非常不稳定。那怎么看呢？那比如美国加拿大、中国怎么比呢？还是以中国为翘首为最好。那在中国里头，这个房地产今年最兴旺的是粤港澳大湾区，就是从前讲的珠三角，尤其在广州、深圳是都领那个风骚了啊。但是那个西南方那个珠海了、中山呢，还有发展一些高科技的岛屿啦、地区啦，都会今年很兴旺。就是高科技本身把地产带旺起来，都在南中国。上海来讲呢，今年发展好，但是没有南中国那么厉害啊，麻烦事比较多一点，这个都要注意啊。那这个大西北呢，今年又会站头几项的大西北的，就中国发展大西北一段阶段有时慢下来，现在2020年可能又会把矛头把它再发展起来。那东北3省这几年都不好，但是现在东北3省是偏财位，一定要别出新财，才能突破这个僵局。所以这几年是中国情况。那美国房地产来说呢，主要是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北。所以西北也包括他们的高科技这个基股啊，尤其像后塞啦、西雅图那里今年不错的，非常贵啊。还有东北那个纽约、Boston 今年也不得了，是美国的偏财位。反为南方不好，因为南方灾害比较多啊，东南方动力强、稳定，佛罗里达州，但是不会腾飞、不会升的太多了。那加拿大来说呢，这个房地产呢，温哥华会比去年稳定一下，但是那个多伦多迁移特别多，所以真正发展还在南安大略省。那南安大略省在多伦多里头呢，最兴旺地产呢是南部、中部，就是那个中心点，包括那个 Young Bayview 跟那个 Bloor 跟那个 Dupont 这一个大四方圈。这里呢是今年非常多建筑的，很多房子都会变形，尤其靠近那个地铁啦，靠近大水区啦，真不得了。那人口这个财位在西北这个旺水跟东北这个旺景，今年这两个地方发展起来，那基本上来讲呢比较不稳定，没有这两个城市发展的那么稳定。那今年来说呢，这个整体多伦多房地产都会比过去2年好，所以有个翻身的地方。那其他呢，就是今年由于是退期又7次入中宫，所以世界大自然的灾害还是蛮多的，尤其东部那个比如日本那里了，还有那个南部比如四川那里，比如美国的德萨斯州跟美国中部，今年都是比较灾害区，所以今年大家都要多注意。